小程来了，你们两个快一点，姑主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快去把暖床烧好，把窗户关上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烂了，这可是谷主的命根子，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事啊，等谷主回来我跟他说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谷主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，谷主，你惩罚我吧。无碍。谷主，哎，快去追谷主呀！万一谷主伤心之下做出来什么……也许，也到了谷主该解开心结的时候了。子夜，婆婆，双红跟我讲了枯枝的事。野无根水，灌无根木。师父真是跟我开了好大的一个玩笑。廖谷主一直都期望你能自己唤醒心声。他要救的不是雪怀公子，而是年纪轻轻、心如枯木的你。医者之心，乃是医人之心。你给霍公子开的药方，你应该清楚。花开花落有时，生老病死有数。与其维持雪怀虚幻的人生，不如牢牢记住我们曾经发生的美好回忆。那是我们之间唯一永恒且不变的东西。师父用心良苦，怪我执迷不悟，竟到如今才想明白。也许不仅仅是雪怀公子，此次霍七为查明真相，差点丢了性命。他当时失血过多，我不得已服下制服丸，勉强压制住了寒气，才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为我涉险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劝你放下往事。现在，看来我可以放心了。子夜呀，婆婆替你高兴。此刻，若能把茶换作酒，
许能痛快些。绝壁危险，可别死了，债还没还完呢。来，喝完这最后一杯酒，你该走了。 已经是最后一位了。是啊，居然也是最后一位了。月，不知此去是否能顺利拿到龙血珠，或许要很久才回来。你多保重啊！我在这谷中，有风雪石阵守护，自会平安无事。那等我这次回来之后，你再告诉我，你最想干什么？ 毕竟欠下的人情，总得还上吧。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龙血珠，可是很多人要争夺的宝物。去。
故土复新芽，将它植于窗前，灌溉新苗，如影新生。他去了魔家村。霍七公子有心了。吹雪落，眉香如檀，而你以为深深满。那阴几山，而心事绪不完。云间皎月，攀过流年，孤身如烟，复长夜。命运沉沦，漩涡之中深陷。世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不恋一时狂，只求不忘。你掠过熙攘花生为希望，藏几寸泪光，如何能相忘？世间一缕光是你的模样，循着你方向一路通往。笑与泪千行，爱与恨茫茫，红了眼眶，烙心上。去，去，玉，辛苦了，雪儿。去。你今天呀来的不赶巧，你嫂子他们都已经睡下了，我这手艺啊，只能给你热点现成的羊肉尝尝了。孟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出门在外能有热饭菜吃已经很难得了。来，赶紧坐下，咱俩喝一口。哎，今天呀，趁着你嫂子他们都睡着了，咱们兄弟一醉方休。来，来，好酒。你说这么多年了，今天这感觉还和咱们第一次喝酒的感觉啊，一模一样。是啊，这每次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这回头一想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你叫我一声大哥，我呢，又虚长你几岁。有句话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孟大哥但说无妨。我看你这么来来回回的奔波一身的疲倦，虽然你不说，但是我看得出来呀。你看阿泰还有楚儿他们小两口的时候，眼里头有想安定下来的念头，所以我就想劝你，也该考虑考虑自己，也该考虑得安定下来了。快来。是吗？那这来回的奔波，这回就能了结了。希望有个好结果吧。好，好，大哥为你高兴。武明子今年的机考可以开始了。武明子年年机考，末位淘汰更替，每年机考都在夏季，今年是否早了一些？自杀南宫年期失败，人心浮动，是该给他们紧紧绳子了。教王可是发现了什么异动？没有异动，才是最大的反常。你的武功在武明子之手，每年机考只是陪他们玩玩罢了。至于其余4人，妙水看似柔情似水，下手却无比狠毒；明丽武功平平，却是个阴险狡诈的，专爱攻其不备。而妙火妙空，一个莽撞，一个死板，看来今年的替换得从他们2人当中选了。这些个面孔啊，早已让人看得生厌了。
是该换些新鲜血液好好瞧瞧了。属下明白了。最后一个回来的人将被取代。哎，去吧。哭了呀？你什么药物啊？去云仙山，取白眉真人的脑袋。白眉真人，常年居于冰山上，一手寒冰掌，顷刻间就能化了你的麒麟功法，你根本就毫无胜算嘛！你不如现在就死了算了。我呸！老子就不信了，还打不过他？要不咱们换换吧？米粒，咱俩换换吧。看在你我共事一场的份上，我会把你埋在教王最喜欢的昆仑玫瑰那里。你要不会说话，你就少说2句。你小子怎么哪都有你？不走啊？我不走。不走就不走，反正最后一个回来的可是会被取代哦。墨儿，师叔，哎，让师叔好好看看你，是不是又长大了啊，墨儿？来，看看这是什么？风吹，喜欢吗？喜欢。墨儿，来喝药了。师兄。墨儿真棒，去玩吧，慢点啊。师兄，好些天没见着爹爹，爹爹他……师傅在顶剑阁，一切都好着呢。那薛谷主还……都过去了。是啊，都过去了。可是墨儿经常问起外公，我也只能骗他说外公过几日就来看他。真不知道我上辈子到底犯了什么错，老天要这样惩罚我。丈夫离世，孩儿恶疾，爹爹又犯下滔天大错。六哥的事已无可挽回，师傅的事已经得到最好的结果。至于墨儿，很快，他一定能够痊愈的。墨儿这些年受了多少的苦，只有我这个当娘的知道。幸亏他有福气，遇到了薛谷主这么好的医师，还有你这个对他百般呵护的师叔。如今就差最后一味药了，快熬到头了。我会尽快寻来龙血珠，集齐这5味药的。师兄，那待5味药集齐，墨儿痊愈之后，不如你搬到瓜州来常住。墨儿他……师妹，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外巡要，一直没能回到定剑阁，尽到应有的责任。月阴宫常无觉暴虐无道，伤害了许多无辜的百姓。我想等墨儿痊愈之后，尽快回到阁中，向阁主请罪，并且共同商议剿灭元阴宫的大计。那这次回来，不妨再多休息几日。墨儿难得见你一回，他平日常念叨着说想你。师叔，我想去集市。墨儿，风寒刚好，不能出去玩。我就想去集市。我就想去集市。想去集市是不是？那这样吧，师叔带你去集市买小糖人，好不好？去集市，去集市。好好好。哇！闻到了吗？墨儿，香不香？这是什么呀？包子。李公子，来这烟花！看，现在看看好不好？什么呀？都冒烟了！墨儿难得这么开心。师叔，我想要蚂蚱。你想要蚂蚱？行，师叔带你买去。好，走。走。草编的蝴蝶，草编的蚂蚱。哎，看看草编的蚂蚱。看喜欢哪个啊？哎呦，这父母慈善，夫妻恩爱，小童可爱，真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啊！啊，我这里小玩意儿比较多，二位可以常带孩子过来看看。你误会了，我们并非一家三口，我是他的师叔。哎呀，抱歉抱歉啊，没事。师兄不必介怀，我和墨儿孤儿寡母，师兄独自照拂，旁人难免误会。不打紧。墨儿，看看喜欢哪个，师叔给你买。买完之后我们就回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吧。师兄，听说最近来了一位游医，我一会儿想带墨儿去看看。师妹，听说他医术很好的。就要这个吧。这玉佩上的兰草和灵芝纹样，和回天令上的如出一辙。难道他也是要尸骨的人？如此痼疾，至少有5年了吧？你能诊得出墨儿的病症啊？已经5年3个月了。给这孩子看病的医者，医术倒是不错，不过就快好了，快了。墨儿在患病之初啊，得以良医的诊断，并且开出一个方子，说是能治好墨儿。公子方便告知方子里用的都是哪些药材吗？是月派七叶明枝、白云宫青鸾花、洞庭君山龙舌草、金陵雪山雪英子，还有万年龙血赤寒珠。医师，您觉得这方子如何呢？这几味药都是极其难寻的绝世好药，若能凑齐，确有其用。不过我还是要叮嘱夫人几句啊。夫人平日里好生陪伴，多加照顾，让这个孩子欢喜自在，这便够了。谢过医师。容我再问一句，您可认识一位姓廖的名医？不认识。打扰了。多谢医师。
你说，师妹，你以后还是不要到处寻医了。平日里，你给沫儿按时服用血骨珠给开的汤药，眼下只剩最后一味药材了，沫儿的病定能痊愈的。好，走了。走吧，回家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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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师叔不是说过要教沫儿剑法吗？沫儿想学。师兄，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沫儿老问你什么时候来，要跟你学剑法。等沫儿身体再强壮些，师叔就教给你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就现在，就现在。沫儿，沫儿，乖。沫儿，别闹了，吃饭了。师兄，我做了你爱吃的清炖羊肉。我就不做停留了，我得赶回扬州城，去寻找龙血珠了。龙血珠在扬州城吗？暂时还下落不明。我先去扬州城打探消息，那里的客商江湖人士颇多，或许会有线索。饭都做好了，吃了饭再走吧。无妨。沫儿，师叔答应你，下次来的时候一定教你剑法，好不好？那师叔跟我拉钩吧。好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嘿，给个章。这5味药均是世间罕有的灵药，极其难寻。若能集齐，或许确有其用。我回来了。娘子回来了。今天医诊还顺利吗？近日有个孩子，不过6岁，却得了不治之症。不过给他看病的医者医术倒是不错，能让他的性命延长至今，与我那徒儿倒是不相上下。可惜，即便是如此，那孩子也不过2年的时间了。人各有命，我们不就是见不得武林上那些生死无常，才选择退隐江湖，隐居在这儿了吗？退隐江湖，可是谁又能想到，你堂堂顶剑阁5剑，江湖有名的玉树公子魏风行，竟然连种地都不会，几年了还颗粒无收呢。我不会种地，但是我会捕鱼啊！我的玉树剑法灵动轻巧，捕鱼竿合适。你拿玉树剑法捕鱼？今儿的鱼都卖完了吗？当然都卖完了，还留些条，晚上我们自己吃。我要吃鲫鱼豆腐汤。没问题，去歇歇。好。鱼。手脚麻利点儿，都擦干净，擦干净。呀，客人一会儿就来了啊！哟，霍公子，您来了呀？我们这儿还没开门营业呢，要不去雅间坐坐？啊，那你们聊，我先去后面办点事儿啊。公子怎么会来扬州？我来扬州寻人。路过了玲珑花界，便特意来向柳姑娘道谢。先前，白云宫的秦天成死在了扬州，若不是柳姑娘细心，及时发现了人皮面具，霍某估计也很难洗脱嫌疑。举手之劳罢了。公子素有侠名，菲菲不愿见侠士蒙冤。这是
不错，这便是公子当年从玲珑花界救过的程婷儿姑娘。不过公子莫要误会，程姑娘是自愿回来的。年前，程姑娘的爹爹去世了，她原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，又辜负了她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又回到了玲珑花界。在这儿的姑娘，大多都是如此。真是世事无常。这首曲子甚是好听。这首曲子叫《越人曲》，是一首思乡之曲。柳姑娘，可是思念家乡了？菲菲自小流离，没有故乡。牵挂的人在何处，何处便是故乡。不知公子心向何处？还未问公子，此次来扬州是要寻什么人啊？我是来找位富商，跟他打听一味药材的下落。若公子信任菲菲的话，也许我能相助你一二。是了，柳姑娘便叫扬州，为人名柳，想必耳目通明。那就先谢过柳姑娘了。不知公子要寻什么人啊？是一位李姓富商。他好像做的是塞外的生意，偶尔会来扬州采买。那公子不必担心了，这位李姓的公子正是菲菲的一位客人，改日他来，我替你问问他便是。可是会让姑娘为难。多谢公子关心。既是客人，何来为难呢？顺口问一句罢了。不知公子所寻何物？万年龙血赤寒珠。救我！打不过人家呀！妙火，你这般没用，我恐怕留不下你了。我知道你在白眉真人那里讨不到什么好处，可没想到你伤得这么重。教王派你来的吧？来吧，来呀！老子就是让你杀了，也不回去喂狗。什么意思啊？送人头啊？这是白眉真人的头颅，妙空我已替你办住，他绝不会完成药物的。拿去复命吧，你伤得这么重，教王肯定不会起疑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若不信我，丢了便是。
哎，叫王万寿，白眉老儿的人头在此。哎，我都看了很多遍了。确是白眉真人。做得不错。哎，谢教皇。看样子，伤得不轻啊。谢教皇关心。那什么哦，那白眉老儿是挺厉害的，但我就随便几行他就吐血了。坐靠在那树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行了，死了，快去疗伤吧。是。其他人回来没有？只有妙空尚未返回。待他回来之后，让他来见我。想想，他也侍候了我一场，最后一面，该见见。是。妙水使，我奉教王之命前来提一个人走。教王让童掌管修罗场，场内一切变动都要向他禀报。此事需等童回来之后。说完了吗？教王把修罗场给了童，随时也能将他收回来。好好想清楚了，你们究竟效忠于谁？这……我再说一次，这是教王的意思。教王要见你，随我来。妙空，你侍奉我多年，很少让我失望。请教王饶我一次，属下只是一时失手。你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我怎么忍心让你就这么去死呢？谢教王，谢教王。不过你现在的位置已经被人盯上了，能不能留下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见过教王。来吧，留下来的那个就是我的妙空使。教王，不错，不愧是今年修罗场杀出的佼佼者。他的位置是你的了。谢教王。为何不在殿上换了面具？属下长相丑陋，怕惊扰了教王。还是说，你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把面具摘了。